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面具人上期的节目你们看了没？上期节目咱们着重的讲了美国非农数据公布的事儿，是吧？那在节目的末尾，我也已经告诉大家 Matic 和 ATOM 都是可以抄底儿的，没毛病吧？是的，当然没毛病。你们如果跟上了我上期的节目，那肯定是赚到钱了。ATOM 最高涨到了15.84美金啊，突破了近期的前高。Matic 最高涨到了1.3多，那这两个币的涨幅都不小。我上期节目也都说过了，让你们抄底儿。而且呢，我还说了，非农数据的公布对盘面的冲击并不大，最多呢就是造成一个小微级别的回调，然后呢就继续涨。各位，我的预判准度还行吧？那一天非农数据一公布出来，走势基本上就是我这么预判的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看面具人的节目一定要打开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我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前几天的战绩啊。在非农数据公布的当天啊，我也是比较敬业啊，就是熬夜在看那个数据公布。那个数据一公布出来，我就建议我的会员们去操作买入30%的 ATOM、2%的 Matic 和2%的以太坊，总共加起来是7成仓位，基本上算梭哈了嘛。那这是一次大比例金额的买入啊。然后呢，后来发生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， K 线的走势你们也都看到了。我说的这3个币基本都突破了近期的前高，盈利都是10%以上了，而且这种盈利还是在梭哈的情况下。那我的会员群里面的小伙伴们也都赚的是盆满钵满的，这些截图你们看到了吧？可都不是假的啊。你们不相信，到时候你们如果说要进群了，进群以后啊，你们都能看到的。OK， 各位想进会员群的话，我的联系方式在讲完今天的节目，在末尾会给你们公布的。好，今天面具人想来给大家聊一聊宏观的经济环境的问题啊。那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把你屏幕下方的这个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打开，否则呢，错过了我及时的财经消息、政治讯息，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或者是没跟上赚钱的行情节奏，挺可惜的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好，我来说一下这个美联储啊，真的是有意思。这美联储都快成德云社了，都快成表演相声的语言艺术家了。加息的时候呢，话又不敢讲太狠，讲太狠的话呢，又怕破坏市场。但是如果加息力度不够大的话，美股就要涨呀，金融市场就要涨呀，他又不愿意让金融市场上涨，对不对？金融市场一上涨，老百姓赚钱了，又有钱消费了，那这个 CPI 通胀就压制不下去嘛。所以呢，美股呀，金融市场稍微好转一点，美联储又会放狠话打压市场行情。其实美联储它是不希望看到美股涨的，至少按照目前来说是这样。为啥呢？我刚才说了，美股涨了就代表公司兴旺了，股民赚钱了，员工赚钱了，投资者赚钱了，大家都赚钱了以后就有钱去消费去潇洒了。这样的话呢，通胀就又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是要压迫压榨这个需求端，让你们没钱消费。那这些东西商品没人拿钱买了，消费不起了，那它就肯定会跌嘛。所以呢，美联储就是通过一方面呢硬性的铁锤加息来控制市场，然后呢它还要时不时的表演一下语言艺术来拿捏市场。前几天整个金融市场，包括美股、加密货币在内的上涨的都不错，韭菜们的 FOMO 情绪也挺好，交易的热度又起来了，那美联储就要出来压制市场喽。基本上是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美联储的那些什么内幕消息呀、知情人士呀，甚至很多金融网站都披露了，说美联储要延长加息周期。这一类相关的新闻这几天都在炒作。说的是美联储的加息要维持到2025年，就算是经济放缓甚至经济衰退，
它也要维持这个长加息周期，一定要把现在的通胀压制到2%以内的目标水平。各位，你们要记住啊，目前的通胀水平是8.1%啊，8点多吧。那我们可以算笔账嘛，大家观察一下，其实加息75个基点的力度算是不小了。可美联储每次加息75个基点，对通胀的当期直接的降低抑制效果，能有0.5%都算不错了。虽然呢，这个加息还有后续效应啊，可能会扩大这个抑制效果，但是呢，你只看当期，或者说是你要把这个通胀从8点几压到2%啊，你一次只能压0点几，那至少还得有4、5次加息，才有可能把这个利率降到2%。甚至啊，你往夸张的去想，小力度、小幅度的加息，可能还要再加个7、8次。那要不然就是大力度、大额度的加息。可是呢，你加息一次性加太狠了，市场又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你不管是这个小额多次，或者是大额少次，你要是要把这个你的预期通胀目标降到2%以下，那美国的这个利率就会涨到超级高，你加息绝对会加的你这个美国的美金利率啊，各方面的资金，说白了就是利息压力会非常的大，你甚至有可能要加到6%、7%，对吧？而且说难听话呢，一个国家的通胀水平啊，适当的通胀啊，对经济的发展，对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毕竟嘛，现在全世界还是金钱社会，大家不管是卖什么还是干什么，都想把价要得高一点，都想卖得贵一点，人之常情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把通胀只维持到2%，甚至1%，或者是没有通胀、零通胀，那你这个社会就不发展了嘛？你这个社会就是原地踏步走嘛？说白了，甚至可以跟那个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去媲美了，对吧？大家平均分配了，每个人的钱都不会变多，也不会变少，是吧？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整个社会就死了，就瘫痪了，啊！你从历史上看，美国啊，它历史上能长期维持在2%的通胀水平，这个时间周期都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啊，所以说美联储它的这个加息啊，它还有另外一层深层的政治意义，包括割国际友人的韭菜啊，他自己心里面也明白，他很难去把这个通胀啊维持到2%。不过呢，为了维持它美元的强势啊，回收资金，他现在是必须要以这个为借口啊，继续的去加息。那么按照这样去看啊，如果说啊，美联储要把通胀维持到2%，还要再加多好几次息，或者说重锤加息，那下个月啊，加息75%的概率啊，又有点提升了。目前各大机构的预测啊，是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，从30%几啊，又窜升到了40%几。我今天下午看到了一个预判啊，还有说50%几的。总之呢，下个月啊还是不好说。咱们来算一个数据啊，美国如果真的是要把它的利率涨到超级高，要去抑制通胀，抑制到2%，那目前美国的利率是3.75%到4%之间啊。那之前美国他说他的终端利率目标是5%，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的话，从3.75%、4%加到5%，那这个空间当中给美联储加息的余地就不多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有关于终端利率要在5%以上的消息，这种声音开始大了。那根据这种消息，我们就可以目测一下啊，那终端利率在5%以上，那就至少得是5.25%的终端利率嘛，啊。经过这个月的75个基点的加息，美联储目前的终端利率是3.75%，那么它要拉到5.25%的终端利率的话，还差1.5%。也就是说，美联储的终端利率是5.25%的话，下一次加息可能就是50个基点。
啊，后面2次再加50个基点，3次一共加1.5%，那就从3.75移植能加到5.25啊，或者是拉长战线25的加，或者是也有可能先加一个75，再分开加25，毕竟你还有政治考量嘛。这次美国大选看来共和党的信心是很足的啊，参众两院他至少能拿1院。拿到了以后，他到时候再放缓加息，营造经济繁荣啊，对他的政策和角逐2024的总统大位都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如果美联储的终端利率要调到5.5%的话，那接下来可就有好戏看了。退一步，你们再想一下啊，也不用担心那么多了。总体来看呢，美联储的加息再往后是要逐渐走弱的。长期呢算是利好，可如果美联储的终端利率它就是要定到5.5%，甚至更高6%，那么接下来还有可能再出现75个基点的加息的。如果它要定到6%的终端利率，再出现2个75个基点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而且美联储目前也放风了，说现在房价还是太高了，不合理，我们要打压房价。那怎么打压房价？加息呗。所以啊，下个月的加息啊，还是有很大的博弈的这种疑云在里面。那在下个月加息之前呢，我认为市场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上涨，不过呢，它还是会涨的，只是不会有大涨啊。目前你们想抄底的人也可以抄啊，我觉得吧，这个月啊，就是再过个4天吧。下一次的 CPI 的公布数据应该会比较好看，在那之前呢，加密货币的盘面有可能都是低位，因为 CPI 的数据一公布很好看的话，那必然会拉盘啊。那如果说那个时候往后会拉盘的话，那现在肯定就是低位嘛啊。而在 CPI 的数据公布之后呢，从那个时间点，就是11月10号到下一次加息，庄家们还会有10几到20天的表演时间啊，所以各位观众，就算是下个月加息75个基点，你们也不用太怕啊。下次加息如果说有75个基点的话，最多也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强的下修震荡，但那也是下个月的事儿了。所以各位这几天呢，你们真的想买，你就去买，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的。那至于前几天有追高的人，现在盘面有点跌下来了，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。可能很多人担心了啊，这个万一再跌下去了，涨不起来了咋办了？崩盘了咋办呢？现在市场是不是底部呢？哎呀，心里面好慌。那面具人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们心里面不踏实，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数据啊，你们仔细听好。一个呢就是持有超过100枚以上比特币的地址数量刚刚达到了15782个，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了啊，已经是创4个月来的新低了。那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100枚比特币以上的，那就是几百万了啊，这基本上就是大户或者小机构了。那这种大户小机构的持有地址数变少了，就证明大户小机构变少了。那大户变少了，币价却炒起来了。大户少了，币价高了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币的底部散户更夯实了。那币的散户底部住得更夯实了，庄家们抽底割韭菜的难度和空间就比较难了，明白没？就更难了啊。然后呢，你们再听这个数据，全球加密货币的市值从9月份以来啊，已经过去了有2-3个月了吧？首次收复了1.1万亿美元的大关口，目前的总市值为1.103万亿美元啊，之前都差点跌破9000万美元了啊，有点恐怖。可是现在又回暖了，但是大户变少了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市场的热情有点起来了啊。而这个数字算是2个月的新高了啊，所以呢，结合我说的这2个数据来看啊，目前加密货币市场是有点消化掉了加息的力道了。
那么总结一下这些数据，我们就不难判断啊，目前的这个底部应该算是比较安全的。你就算再往长远的去看，那接下来的加息肯定会逐步的缓和的，而且已经快到了转向的关口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做中期投资，现在就可以考虑逐渐定投了。但是你们定投不要玩什么土狗啊，或者是币安上面的项目，你就只投这几个主流的信誉好的公链，比如 ATOM 啊，老牌的 ETH、BTC、Matic 啊，这些都可以。还有那个 CRO 啊 ，CRO 算是个链币，也算是个交易所币啊。它最近可能会和世界杯搞一点事情。那这个的话，作为风向炒作和投机的成分，你去把它玩一玩、炒一炒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，得到我最及时的点位分享，毕竟嘛，做节目啊，我要背稿，我要演讲、剪辑、上传、审核，这个比较费时间。你想及时的跟进，就像我会员群里面那些人啊，天天也不算天天吧，只要有机会，大家都能跟进来赚到钱。那你就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发财，拜拜。